大家好，我是13安，我今天要试骑的是 BMW G310R。Not be afraid to get after this bike. Do you ride small displacement bikes? No, I ride big bikes. What's that? I ride bigger bikes. Ride bigger bikes? Yeah. Ride the hell out of this. Okay. Yeah, it needs to be at a higher RPM. Yeah. And it has a shift indicator, so don't be afraid to really get after this All right. bike. Okay? Sounds good. Okay. 好，先跨上来。坐高很低哦，我现在双脚是平踩的，所以那移动非常轻松，而且蛮轻的。重量的话，我会写在影片上。通常小车椅垫可能会做比较窄，它这边有点宽，所以我的脚很开。有没有在拆箱子？好，我们来启动吧。OK， 单缸那应该是313cc， 马力的话，我记得是34匹吧。哦，这个 clutch engagement 非常轻松诶。我不确定这台车有没有滑离合，可我记得好像没有。但是它的入档也是很轻松。好，那这台车严格说起来不算是全然是 BMW 做的，因为它其实是跟那个印度的车厂合作，我记得是 TVS 那所研发出来的车款。所以 TVS 在印度也有另外一台车，然后是仿赛吧，好像叫 Apache RR。所以在机车市场里面啊，它比较像是跟 KTM 的390 Duke， 那是一样，属于是 joint venture， 跟印度市场合作，所以可以压低价钱。这台车也是 BMW 里面旗下最便宜的车款嘛。对，你一听就知道是单缸车，然后高转的时候，这边其实油箱这边震动就很大的啦。那扭力的话，我觉得它是在7500转会出来，最高马力是在接近9000嘛。好，那它刹车呢？前面是by Brembo， 就是 BYRB 吧，我记得是这样写，也是 Brembo 旗下的算是子牌子，那也是配单碟，那都有 ABS。对啊，我现在刹车，我往下压，前面一段想要减速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刹车的感觉。我一直到完整压下去之后，压到接近到手把这边，才感觉有点刹车。所以就原厂来讲，我觉得这刹车的手感非常的不好。这台车的避震算是蛮软的，前面这条路上有点小坑洞。就是有点弹跳的感觉。OK， 它不止震动感，还有奇怪的震动异音。这个 nimble 啊，是真的非常 nimble， 它很轻巧。车头感觉非常轻啊。以动力来说啊，390 Duke 就是很明显比这台车还有更大的动力，而且390 Duke 那个扭力感觉也是更大。后刹车的位置呢比较下面，这好像是不可调整的。因为以它的骑乘姿势来讲，它是比较 upright， 感觉脚跟刹车应该比较是，也不是平行的，但是不会距离那么远。可是我现在踩的时候，比较像是仿赛的那种刹车位置要往下压，反正档位就比较平了。
然后这台车的扭力感其实比我的 WR250还弱。它这边也是配金属油管的。好，那跟日本车比较的话，就是 CB300R 嘛。目前骑起来啦，我就觉得 CB300R 算是比较好的 package， 而且震动感没有那么的大。那刹车部分这台车比 CB300R 还弱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台车而已，还是真的全部的310啊都这样子。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呢，我现在看我6档。我才55迈，我就差不多在5000多转了，所以我觉得，对，如果是在美国的 highway 上的话，那转速过7000转以上，就我觉得很震了。那有些车它震动是脚踏给你比较大的震动感，然后这台车，反而脚踏有一点点而已，那手的部位，其实没有什么震动感。反而都是在油箱这边，所以如果你只要不夹油箱呢，坦白说就没有那么太大的震动感觉了。好了，刚刚拉72，回油。好，上坡。警车。撇开刹车，撇开它的引擎不讲，它本身车子灵活好操控，那山路这样子跑，我觉得稳定性也不错。那实际上前叉到底如何？因为刹车很不好，所以没在重刹的情况下，我很难去感觉。但就这样子，站在骑乘的时候，我是觉得算是这台车的优势啦。在引擎有这么大震动感的情况下，手把能不震动，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它应该是，旁边有平衡端子之外，应该前面有垫片。其实这台车在很多年前以概念车出来的时候是比较有走的特技取向。那应该有些人知道，我看他们那时候 BMW 在做 concept， 是作为一个 stunt bike。试骑的人还蛮多的。好，11000转断油。现在是刚刚是下坡下来嘛，现在是上坡回去，我们就要看这台车的动力表现了。这个油门其实还蛮好掌握的，反应也不错。很多低阶车款啊，通常油门反应可能会有点 abrupt，
那就是可能你自己要去寻找怎么样去抓。像 CB300R， 它的反应的感觉，我觉得没有这台好。如果你是新手啊，你刚买这台车的时候，然后你拉到高转的，比如说9000多转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不用担心车子不会爆炸，虽然听起来好像快爆炸了，但不是。如果本身喜欢 BMW 的车子呢，那你是新手的话，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是个唯一的选择。另外一台就是 GS 了嘛，那 GS 是多功能版的这台车。我是觉得看人啦，可是我这台车感觉刚开始可能学骑没问题，可是骑不久，因为它其他的一些我觉得算是 drawback。可能会让人想要升级。好啦，那今天4期就到这边。我接下来还有其他的4期影片呢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不要错过。谢谢大家。